Hello，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甘。今天很高兴能够为大家带来这款来自妹子的 Astro 的开箱。说到这里，可能有朋友要想了，小甘你怎么把这个英文的妹子念成妹子呢？因为咱们平时在门店跟大家介绍耳机的时候，一般都称为妹子嘛，因为比较好记，大家也比较熟悉，对吧？官方名称的话，其实是叫做梅泽啦。Astro 这个单词在罗马语当中的意思是星星，或者咱们理解为星辰也没有任何问题啊。不过，国内代理商给这款耳机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叫做阿兹朵，所以接下来咱们这款产品就叫做妹子的阿兹朵了。好，接下来咱们就打开看一下。包装其实没有什么花头啊，无非就是一个纸壳，然后背面印着一些基本信息。设计的话是罗马尼亚，然后产地是咱们中国的。主抗32欧，灵敏度111 dB。频率响应是5到35000赫兹，这是关于耳机的一些基本参数。接下来咱们开箱看一下，我也是第一次打开。不得不说啊，妹子这个品牌在包装方面做的还是比较用心的。这是个啥玩意儿？难道说是分线器吗？哇，这耳机好轻啊，大概和 RE900 差不多。耳机咱们先放一边，咱们先看一下配件。4.4平衡插头，这里我看一下到底是不是分线器，有点类似于一个三叉戟的一个造型。哦，对哦，这个形状设计与妹子的这个 logo 简直是完全一样的，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妹子这个品牌啊，一直以来是大耳居多，比如说像广受好评的105、109，还有高端的 EMP 以及 Elite， 对吧？而耳塞的话，我们印象当中妹子其实不是特别多的，在之前比较知名的两款型号，一个是阿尔巴，另外一个是 Adva， 这两款型号的口碑与市场反响都是非常不错的。而这一次阿兹朵能不能够延续 Adva 的这种好口碑与好销量，接下来咱们就好好说一下。还真是一个分线器，大家可以看到，这还是有用心的这个设计。好，接下来咱们看一下其他的配件。耳套什么的都是在下面的，一共是有5对硅胶套。咱们这里拿一对中号的出来，等一下简单的试听一下。一个耳机盒。耳机盒里面没什么东西的，这个耳机盒设计不是特别好，这个咱们先放一边，看看还有没有。这里还有一些其他的附件，这里有一个小包，还有一根4.4转3.5的连接线，但是这一次居然没有赠送 Type-C 连接线，也就是咱们俗称的小尾巴，这一点我认为多多少少有点减配啊。因为妹子自己的入门型号，也就是阿尔巴，反而赠送了一个小尾巴，对吧？在高端型号上面没有赠送，我认为这一点有点不太应该。好，开箱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接下来咱们简单聊一下这款耳机。首先在聊起之前啊，咱们说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那就是佩戴感。大家首先可以看到，阿兹朵这款耳机是非常圆润，而且也是非常轻巧的一个设计。因为耳机外壳的材料使用的是钛合金，这种材料比较亲肤，而且重量方面做的也相当不错。我这里有一个阿尔巴，大家可以对比一下看。两款耳机在外形设计上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区别只在于配色以及材料。两款耳机的设计语言是没有任何区别的，我相信在佩戴感方面也不会有大的差别。阿尔巴的佩戴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我认为打个90分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同样的，阿兹朵这次的佩戴感，我认为也可以达到90分的一个高分。那么同样处于90分这个档位的还有哪些型号呢？两个比较经典的型号，那就是谢兰图以及 RE900，对，非常舒适。也就是说，如果您对于一款耳机的佩戴有着比较高的要求，同时 RE900的人声与流行乐的表现又不能够满足您的需求的话，那么阿兹朵这款耳塞我认为是非常值得考虑的。说到这里我就想起 RE900的腔体其实并没有比阿兹朵小多少啊，但是 RE900用的是7毫米单元，这也充分说明了单元直径哪怕是10毫米，在佩戴感方面依然是可以做到位的。
内在的这颗10毫米单元在技术层面是采用了金属涂层的复合振膜。根据厂家的一个说法，制造这种振膜需要花费48小时，历经80次的一个超薄的镀膜，才可以生产出这么一对单元。所以在这颗动圈单元上，我们可以看到妹子也是花了一定的心思的。这里有一个小的知识点，那就是大家知道，无论你是什么动圈耳机啊，一定会有泄压孔的一个存在。如果说没有泄压孔的话，那么动圈单元所发出来的声音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奇怪的。如果说您在一个耳机的表面没有发现泄压孔的话，那大概率泄压孔的位置可以根据需求设计在不同的位置，有一些品牌是设计在耳机的外壳上钻一个孔。如果说您在耳机外壳上没有看到这个孔的话，那么泄压孔一定是设计在导管里面的，也就是说动圈单元是一定有泄压孔的存在的。而妹子的话，咱们可以看到在导管旁边有一个泄压孔的存在，非常微小啊，大概一个针尖的一个直径。而在耳机的这个外壳表面还有一个孔洞，这个孔洞在原理上有一点点类似于六丝的设计。这个孔洞的加入可以在最大程度上缓解我们日常听音乐时候的一个压力，可以让人听得更加的舒服，更加的自然，配合咱们前面讲的优异的这个佩戴感。所以妹子这款阿兹朵，无论是从佩戴感还是长时间的这个聆听需求来说，都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接下来咱们就简单的试听一下，尾巴还是用这个 HC5。线材方面是 4.4 插头配合 0.78 双振的一个插座，线机的话是无氧铜镀银的一个材料。简单试听一下，看看效果，因为毕竟也是6699元的一个耳机，看看对比之前的阿尔法到底提升了多少。简单的试听了几首音乐，对比我印象当中的阿尔法。首先，阿尔法在我的印象里面是一款声音线条分明、整体走通透、清爽路子的一款耳机。但是阿尔法在声音的泛音以及低音区的表现，我认为不是特别的到位的。阿尔法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更适合快歌，或者说聆听 K-pop 年轻化一些的歌曲，我认为阿尔法是非常合适的。但是阿尔法如果您拿来听泛流行人声、爵士啊，或者说摇滚啊之类的话，那么我认为声音就缺乏一些重心，缺乏一些张力的。而这一次阿兹朵在阿尔法的基础上，我认为重点升级了低音区的表现以及人声口型的完成度这两个方面。低音的话，可以明显的感觉到阿兹朵对比阿尔法拥有更深的低频冲击力，在低频的泛音处理上也没有像阿尔法那样收的比较快，而是给到我们听众一定的泛音以及自然感了。那人声口型方面的话就比较好理解了，因为之前阿尔法是听女生比较好嘛，男生的话口型就不是那么的浑圆和饱满了。这一次阿兹朵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在口型的饱满度上，我认为对比之前的产品都有了一个不小的进步。简单来说，就是听起来更有血肉感了，也更有亲密度了。那么说了这么多好的，照例咱们说一下阿兹朵的一些不足之处。我认为最明显的一点啊，就是如果说您对于乐器的线条感、明朗度这些方面有着比较高的要求的话，也就是您经常听器乐、经常听古典，那么阿兹朵这款耳塞可能不一定能够胜任。这时候您可能更应该去看一下 HS1900X 或者说森海塞尔的 RE900，那两款耳塞的高频空间会打得更开，而且乐器的棱角对比阿兹朵来说也要更加的分明，更加的还原一些。与 RE900 中性偏冷、强调声音细节所不同的是，阿兹朵这款耳塞更强调声音的自然感。这里打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比方，但是非常好理解。RE900 如果我们说是数码音源的话，那么阿兹朵这款耳塞就是模拟音源，更加类似于黑胶这种产品，给您带来的是一种温暖、自然、有感情的声音风格。那6、7千元这个价位，除了 RE900 以外，还有一员大将，那就是 Acouston 的 HS1900X。与 RE900 中性偏冷的基调不同啊，1900X 我认为更强调两端的延展，也就是听起来声音会更有动态，也更有张力，特别适合聆听一些节奏感强、有爆发力的音乐。与1900X 所不同的是，阿兹朵这款耳塞两端的张力，我认为没有1900做的那么的夸张，但是阿兹朵佩戴更舒适，并且听起来也更加的柔和，更加的舒服。说了这么多，让我想起来了一个名词，那就是无论贴吧还是论坛里面，一直有朋友说啊，退烧塞，退烧塞，对吧？那要满足退烧塞这个前提，我认为有很多条件啊。首先就是价格，价格不能够太贵。如果说一个2、3万的耳塞才能退烧，那这个代价我认为有点高昂了。第二个就是佩戴感，退烧塞必须要满足佩戴感舒适这个前提，也就是佩戴分必须要能够达到85分以上才可以的。第三点的话，我认为就是声音的乐感了。阿兹朵这款耳塞虽然在两端延展和声音的冲击力上没有1900X 那么抢眼，在声音的线条感与乐器还原度上也不如 RE900 那般鲜明，但是阿兹朵的这个音乐性或者说音乐感，我认为是另外两款耳塞所不具备的。
它可以让您不知不觉的就听上1-2个小时，配合前面说的非常优异的佩戴感，您戴着这款耳机听音乐，不知不觉1个下午可能就过去了。所以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如果您对于一款耳塞的佩戴有着比较高的要求，同时您希望这款耳塞在声音的自然性、包裹感以及人声氛围感这些指标方面比较抢眼的话，那么阿兹朵这款耳塞我认为就非常的合适了。好了，关于这款阿兹朵耳塞的开箱分享，咱们今天就做到这里了。这款耳塞接下来就会在咱们原生态的门店进行一个陆续的出样。如果说您有兴趣的话，不妨带上自己的设备来感受一下这款阿兹朵的声音和佩戴到底如何。最后再次感谢朋友们的观看，我们下期开箱再见。